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，焦虑到睡不着，感觉人生全是失控感，该怎么办？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，计划好的事情突然被打乱，真心对待的关系莫名变淡，拼尽全力去努力，却迟迟看不到想要的结果。直到最近，我再次翻开了那本承载着智慧的庄子，书中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泉，缓缓流淌进我的心田。其中有一句话，恰似一盏明亮的灯，在我经历许多混乱迷茫的时刻，一点点地让我的内心慢慢安静下来。这句话就是乘物以由心。这仅仅5个字，却如同为我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，给了我一种截然不同的活法。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里，我们精心制定的计划随时都有可能被打乱。也许你原本计划好了一场旅行，订好了机票、酒店，满心期待着那美好的旅程，可突然工作上一个紧急的任务，就把你的计划全盘推翻。人际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，可能昨天还亲密无间的朋友，今天就因为一些小事而关系忽然改变，让人措手不及。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付出了大量的努力，可不一定马上就能看到回报。也许你日夜苦读准备考试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也许你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晋升机会。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，就像一场未知的冒险，充满了各种变数。现代人的焦虑几乎都来源于这种不可控。我们已经习惯了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将生活紧紧地抓在手中，不断地确认，再三确认，仿佛只要握得足够紧，人生就不会出现任何差错，就不会失手。我们就像一个紧紧握着沙子的人，越用力，沙子反而流逝得越快。然而庄子却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道理，变化并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而一味的紧抓不放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乘物以由心，这绝不是让我们放弃人生，而是在教导我们一种新的姿态。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，我们要学会像水一样，在变化中保持流动，在无常里留住灵魂。庄子特别喜欢用水来比喻心，水是那么的灵动和智慧。当水面对石头时，它不会选择硬碰硬，而是巧妙地绕过。遇到弯路，它就顺着弯路蜿蜒前行；遇到窄处，它就收缩自己的身躯，缓缓通过；遇到低谷，它就静静地积聚在那里。水从不与世界对抗，却能够穿过万物，滋润大地。水并不是软弱，它是懂得顺势而为，顺着事物本来的样子去发展，而不是执着于自己的执念。我们常常会觉得痛苦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情没有按照我们计划的那样进行。其实真正让人感到疲惫不堪的，并不是变化本身，而是我们拒绝变化的那一瞬间。当我们固执地想要掌控一切，不愿意接受变化时，就好像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沉重的枷锁。庄子说，人若执意要控制，心就如同一张被绷得太紧的弦。这根弦看起来似乎精确无比，能够精准地发出声音，但只要有一点微风轻轻拂过，它就可能会断裂。由心并不是一种逃避，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。当事情无法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发展时，我们仍然能够与它和平共处，而不会失去自己。这就好比我们在河里漂浮，我们不是被水流无情地冲走，而是在水的流动方向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我们随着水流起伏，感受着水的力量，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平衡。
成物以由心的核心，其实可以用2句话来概括。事情总会发生变化，但我们不必随之变得坚硬破碎。未来不一定会如我们所愿，但我们可以在其中自在地生活。当我们学会不再把世界拉得太近，不再试图去掌控每一个细节时，我们会突然发现，原来风的方向一直在帮助我们，只是我们过去太过于用力，所以感受不到这份善意。当我们的心一旦松下来，我们会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，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。我们会更愿意让生活自己去寻找出路，不再强行干预。我们也会更愿意接纳那些突如其来的改变，把它们看作是生活给予我们的礼物。到那时，我们会深刻地意识到，所谓成熟，并不是要控制一切，而是在变化之中，仍然能够稳稳地呼吸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从容。也许庄子想说的其实很简单，人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，它不会因为你害怕就停止流动。无论我们是否愿意，变化都会如期而至，但只要我们的心能够游起来，能够以一种豁达从容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，那么世界就永远不会把我们淹没，我们就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明净天地。